哇哦！大家好，我是电脑王阿达。那今天为大家开箱一个之前开过，但是后面再出了一个产品，就是这个9号卡丁车 Pro。那在去年大概年中的时候吧，我们网站有写，在小米油品上，这个9号卡丁车有出 Pro 版。Pro 版就是之前那一代的加强版，它功能更强大。第一个，它的速度更快，然后它最快时速好像到37公里，然后它的输出功率呢，甚至比一般150cc 的汽油卡丁车还要强大，所以我就非常好奇。刚好我的朋友他自己去中国买了一台进来，所以我就跑到他家这边来做开箱。那现在这个9号卡丁车，听说台湾已经有代理所以说如果真的要买的话，那你可以找台湾代理，或者说像我朋友他买那个管道，我会抛在下面，大家自己选择。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注意要说，这个东西呢，它绝对不能在一般的马路上玩，非常危险。你可以在封闭的场域，譬如说像露营的地方啊，还是说那个封闭的赛道啊，听说垦丁那边很多业者买了一堆，就是准备要给大家玩这种。好，那接下来不啰嗦，我们就直接开箱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那这就是我们所有拆出来的一些配件那这不是卡丁车本体，那旁边这里呢就是它的配件箱，大家可以看到它有尾翼啊，还有一个蓝牙喇叭，在开的时候怕它太安静，可以发出引擎声音的，那也可以放音乐。那这个就是因为它本身也附了一个平衡车嘛，所以它也有一个平衡车支架。如果说你不把它当赛车开的话，你可以把它拆出来当做平衡车使用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直接来安装看看。现在我们已经配对完了，然后也装好车子那在这边呢，它一开始一定要让你看完一个新手教学模式，总共有3、4段，那你一定要全部看完，它才会让你可以使用这个功能。不然的话，它的时速就会只锁在7公里。那等到你全部跑完之后呢，在这边上面就目前车子的一个状态，它还有一个什么新手模式啊，可以在这边去控制它的车灯。另外呢，在这里也可以直接去设置安全模式速限只有8公里而已。那另外呢，我们可以用新手模式，它最高就18。那如果说你要在更快的运动模式，它就到28。那听说呢，在中国有赛道模式，它就到37。其实有人实测是它会超过40啊。我们现在在这公园，我就不要开太快，先从最慢的速度开始弄。最后我会大概稍微跑一下赛道模式。它的踏板这边呢，左边是刹车，如果连踏2次刹车呢，就变倒档；右边就是油门。那我现在先系上安全带。我现在是用最简单的安全模式，就给小朋友开了8公里的时速，来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测试。8公里时速，我现在油门踩到底了，8公里的速度，刚刚看我用8公里的速度开完了那如果说你觉得速度有点快的话，你就可以用刹车踩一下。那如果你连踩2下，就变倒档，有没有？再连踩2下，它就刹车。那另外这边还有个手刹车，如果说你刹不住的时候，你也可以这样子拉，这样子它就手刹车。手刹车不要常用，官方说可能会造成轮子的歪斜。那接下来我会调快一点速度给大家看。好，现在我用新手模式，哇哦，新手模式就这么快！好，现在呢我已经改成运动模式那现在速度是28公里，它的里程呢会随着你的速度变少。那我现在直接开出去，哇哦，好快！我这个其实油门没踩到底。Oh no！ 我钱拿掉了。
哦 no！ 我全拿掉了。好，现在我调整到最快的赛道模式。其实我刚刚用运动模式，我就已经没有踩到底了。这个公园虽然都没有人，但是其实地面这么低啊，骑这个速度其实还是会有点怕怕的。那接下来我来试试看赛道模式极速是怎样。开始，哇！呜呼！干！哟，幸好我有减速，不然我觉得我应该会撞上去。哇，这速度实在太快了。那刚刚我们有讲到它有个蓝牙音箱，你经过配对完之后它就能发出卡丁车模拟引擎的声音，因为这个车实在太近了。我现在已经配对完，大家可以听到，哦，有一个卡丁车啵的声音。那我现在只要稍微加油门，大家有没有听到？哦，它就有一个油门的音效，那它油门音效还是可以让你自定义的，3、4种模式可以让你选，所以相当的有趣。当然，这个喇叭也是可以不用用。那我也测过，它也可以跟手机配对放音乐。所以你如果在自己家里的庭院里面在开着卡丁车的话，你是可以边开车边听音乐，非常惬意。好，那最后呢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这台卡丁车呢，它其实本身是跟一台小米独轮车是组合在一起的。那接下来我为大家讲解怎么拆卸来使用。首先呢，你要先确定电源有没有关，现在是打开嘛，我们记得一定要先关闭。然后这边呢，它这边有个电源接头，要先把它断开了。断开之后呢，接下来就是把这里拆开，然后就可以上下分离。这个时候就可以把独轮车拿出来。好，拿出来之后呢，它上面这个盖子把它拿走。那接下来，它下面这里还有条线，这是它接卡丁车的线，一样拔起来，把盖子盖好。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它线性接回去，以免它不小心搞丢。这样子就独轮车独立拆起来。那你可以把这上面的膜撕掉。哦，记得要稍微记一下它的方向性。现在它是朝后的。那接着呢，就是拿出它的螺丝，跟它另外一只夹中间的那个牙杆拿出来安装。然后装好之后呢，你再进入 APP， 在这边就看到，现在就变成一个独轮车模式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设定动作。然后接下来一样是一个使用教学。好，在 APP 设定完之后，看完教学模式，那记得一定要切回独轮车模式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它就不会倒了。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踩上去。那这个平衡车呢，认真来讲，还是要稍微练习一下。虽然说不难，但是也没有简单到说完全不用写就会。这样子先踩上去之后，就立刻踩脚。连阿达这么笨都会，我相信大家也应该学会。那它是以身体的一个倾斜角度去做控制前进后退，然后用这个杆子去控制左右的一个方向。所以你买这个卡丁车呢，它是等于一个卡丁车再加一个独轮的座，是相当的有趣。但是认真来说啊，这个独轮车它也不是能够在开放道路上使用的一个交通工具，所以大家自己要千万注意，你要使用，你要在一个封闭的场域，像公园啊，或者说露营的场所或者赛道这种比较没有人的地方，你去用还比较没有问题。这一点是大家要稍微注意一点。相信大家看完之后，应该对这个小米卡丁车 Pro 有一定的了解。那另外这个东西再强调一次，它不是一个随意可以在任何地方玩的玩具，然后它的速度还蛮快的。你要使用的话，一定要记得要在一个封闭的场所，然后安全的场地去使用它。那我是电玩阿达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